林彻，经鉴定患有重度现实认知失调症，于本月7日对养母周慧进行致命伤害，并与遗体共处2日后被警方控制。我很好奇，你在讯问时说了什么，能让他们给出逻辑跳跃、脱离现实的评价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？某个你认识很久的人，其实早就不是他了。什么意思？比如清晨醒来，看见枕边熟睡的那张脸，会不会突然感到心悸，仿佛躺在那里的是别的什么东西伪装的？荒谬！她就是我妻子，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被调包？你坚称自己伤害的并非养母周慧，而是隐退，还说她早在5年前就已离世，有某种东西冒充她潜入了你家。但我从没说过那是鬼，我只说顶替我妈的那个存在不是人。林彻，周慧的户籍从未注销死亡记录，邻居也作证，这19年来她一直住在你家。有没有可能你在审讯时构想的那个故事，反而影响了你的认知？哼，我只信自己的记忆。等等，林彻，现实认知失调常伴有感知异常，在你眼里我是什么样子？很专业，五官端正，气质温和，像医学院教科书里走出来的标准范例。谢谢，出去时请带上门。苏医生，这几天林彻有没有离开过疗养中心？当然没有，他一直处于3级监护，怎么可能私自外出？周慧的遗体不见了，监控显示他是自己走出去了。隐退，来了。出发地会不会就在这里？你是病患院里不能奔跑，不知道吗？这是什么味道？姐姐，我的药需饭前服用。哎，林彻，你逃不掉的。原来真的是河。林彻，我们寻你已久，可别死在里头了。这里是幽境，可以理解为一处镜像世界，极度危险，唯有找出规律，完成任务才能过关，回归现实。我真是服了，又他妈来个新人。他们才是这里的学生，现在应该是早操时间。你们一伙的故意设套害我！我们唯一的目标是一同活下去，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。曾明伟到后面站着去。鬼手从墙内伸出，触犯规则，
就是这样下场。为学员当有学员之待，这规则会越来越极端。上课抖腿，被老师看见，腿骨直接断了。妈的，这地方！只要不触犯禁忌，我们应能撑到第3日。是我，沈香。我的室友全变成了那种东西，他们的脸全消失了。他与你同宿舍，一直跟着你。哪一间宿舍？最尽头门上没有窗户那间。那是宿管员的房间，异性不可互串宿舍，他去告密了。我警告你，再不开门，所有人接受处分。他绝对在这儿，我亲眼见他进了这屋。这柜子先前不是放这儿的吧？老师，这不是我们摆的，我们都是才搬进这间宿舍的，你忘了？走。运气真好，床底他居然没看。他专门拿走那支笔，为什么？也许那支笔能召唤笔仙。沈香，从窗户走，出去后再回你宿舍，记得让宿管员亲眼见你从外面进来。出门手被门夹，下台阶摔跤，我今天是不是被诅咒了？活该！谁让你走路不看路？你们看，无脸学员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像幽灵，没有情绪，没有交流。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？规则的童话，如果我们没完成任务，会不会也变成那样？不能说，一旦涉及幽禁和任务，就会被禁言。陆巡，你们可以说出那些词吗？说不出来，只能用学校相关的词代替。规则在收紧，要把我们彻底逼成学员。我先前就说过，学员就该有学员的样子，但就是有个别学员上课不好好听，下课还要弄些歪门邪道，有人背着老师私下拉着学员偷偷玩笔仙。若你们中有谁知道是谁带的头，告诉我，越早说后果越小。梦月，你怎么了？我害怕。笔仙说我1周内会被开除，还说3天内我必死。笔仙从不说谎，我逃不掉的。2个矛盾的预言，1周和3天。笔仙在玩文字游戏。这是从储物柜里找到的日记。11月26号，今天心情很差，张老师骂我说我是垃圾，妈妈差点给他跪下。笔仙，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日记主人也玩过笔仙，他问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丽和梦应该也住过这间宿舍，门口名牌之前是李小丽和管梦。李小丽、管梦、梦月，还有日记的主人，他们都玩过笔仙，然后出事了。找到日记的主人，就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。宿管员查夜了，装睡。操，这鬼东西！他10点查一次，11点查一次，11点那一次会上楼查女生宿舍。我们只有他上楼的15分钟行动时间。对，去偷那支钢笔，他能召唤笔仙，笔仙知道最后一张日记在哪儿。为什么非要用那支笔？普通的笔不行？我试过，不行。这里的笔仙是特制的。计划是什么？陆巡，你决定出发的具体分秒，
洪刚，你负责让门不发出声音，并在楼梯口守着。一旦宿管员下楼，立刻断掉应急灯。你们要是没回来呢？关上门，留条窗缝，别管我们。还需要一个女生在楼上拖住宿管员，沈香最合适。还有2分钟，宿管员就下楼了。林彻，你们要快啊！不好，下面出事了，必须拖住他。这地方简直是垃圾场，我们时间不多，快找钢笔。他死了，钢笔可能在他身上。找到了。上面数字变了，现在是1000，刚才还是5000。数字变了，现在是多少？等等，数字在倒退，900、800，清零了。不可能。别转，解不开。他要下来了，我至少还要2分钟。你先走。走。笔仙，笔仙，诚心诚意，请您续缘。有几篇日记？日记的主人是谁？操，耍我们！他受世界限制，不能直接说。问最后一张日记在哪儿？是多少？他怎么了？他在逗我们玩吧？据少知道日记在器材室，明天早上跑操后我们去拿。笔仙说我的胜率是0，什么意思？别信他，他可能故意引导我们走向错误。睡吧，明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了。出去之后，我要带我女儿去迪士尼。我要去山里写生。我打游戏。其实，我感觉你比大多数人都要正常。走吧，拿到日记就能回家了。什么时候烧的？我们前2天还没看见。1天之内还有余温。这里怎么有汽油？不是这个，怎么哪儿都找不到？笔仙骗我们，日记被烧了。你们还没找到吗？都被烧光了，找个屁！你旁边不是吗？第3张日记，刚出现的。李、梦、月都不在了。笔仙给了我第2个选择，明天一早，这座校区里的人都要在大火里给他们陪葬。今天上午他会屠校，天台是唯一生路。29号，笔仙帮我，体育老师被烧死，我要去教学楼了。好。洪刚，快开门！
对不起了，我要活下去。这边，快走，他出不来。教室里全是吊死的教师，他们还在说话。哎，方雅，别出去，方雅才是日记的主人，她是最终的恶鬼。啊？什么？28号晚上，只有方雅无故逃寝，她就是那个要屠笑的人。他变成鬼了。找到你了。笔仙骗我，我还是会死。笔仙，生路何时出现？1分钟。60、59、58、57、56、55。就是现在，冲！逃课者死！方雅，张老师在这里。你敢骗我？你敢骗老师？老师饶恕了你。你们也要陪葬？方雅，你。张老师，你先死。快上楼。操，女教师死，他们全活了。逃出来了。总算安全了。1个半小时熬过去就行。多群，回归时我们会直接回现实吗？先到冥河，乘船漂流到尽头，穿门回去，就是你进来前的地方。疗养中心，苏婉一定在等我。你想让我帮你逃出去？对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抑制你那枚硬币的霉运。你怎么知道硬币有副作用？笔仙怕我，你的硬币和笔仙类似，都是鬼物，我能感觉到它的代价。行，我帮你，不只是因为这个，更因为有人告诉我你根本没病。谁？一个老朋友，他说你伤害的是隐退，不是养母。谢谢。回去后我15分钟就能到疗养中心，你打算怎么逃？你们看，为什么不让我上去？那里是我们唯一快乐过的地方。他解脱了。还有10秒，10、9、8。是冥河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再见了，地狱。漂流时间是固定的，大概5分钟之后会看到一扇门，穿过去就是现实。出去后，我要好好睡一觉。苏婉，你会用什么方式抓我？到了，记住，出去后立刻躲起来，等我信号。时间流速不同，幽禁3天，现实可能只过了3小时。欢迎回归，本次幽静永辉中学生存任务完成，奖励结算中。7天，够了。隐退已经进来了。林彻，欢迎回来。你身上有幽禁的味道，真有趣。一个认知失调的病人，居然成了渡境者。你也是渡境者？不，我是守门人，负责监视像你这样不该存在却闯过了冥河的人。把渡票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以病人的身份平静地度过余生。如果我不交呢？
那就只能让你病逝了。儿子，妈妈好想你。你不是我妈。抓住他！要活的，杜票必须在3层活石玻璃。陆巡还有10分钟才能到，必须撑住。没用的，整栋楼都被领域覆盖了，你逃不出去。无脸者，现实世界也被侵蚀了。还有3分钟，林彻，你可别提前死了。运气值才500，看来这次救援风险不小啊。领域已经展开，苏婉动真格的了。放弃吧，你的渡票是异常登录，系统迟早会修正这个错误，我只是提前执行。如果我交出渡票，会怎样？你会忘记一切，变回真正的精神病人，这是最温和的处置。你脸上的眼睛是幽禁的产物吗？好奇心太重，不是好事。怕水。隐退是干燥概念的具象化，水能暂时溶解它的形体，但在这里，规则由我定义。万能钥匙真是好用，可惜只能用3次。来看看这次运气如何。2000，不错嘛。幸运时间开始。浪费时间。领域认知囚笼。这是精神攻击。在你的认知里，你会慢慢相信自己是一只虫子，然后真的变成虫子。林彻，跳窗。跳窗，对，跳窗。跳，我接着。跳下去，你会摔成肉泥。我相信陆巡。一定要是1万啊！差一点。你管这叫接着？能活就不错了，快跑！有意思，命运赌徒居然插手了，目标逃脱，启动 B 方案，发布悬赏令，活捉林彻者，奖励1次规则提问权。快进来，这扇门只能维持30秒。那些是什么？苏婉的眼线，她在这个城市的认知投影。这是你的安全屋？算是吧，暂时安全了。苏婉的领域覆盖不到移动中的独立空间。你在联系谁？一个情报商叫白鸽，我们需要知道苏婉的悬赏令具体内容，以及你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警告，你已被标记为异常登录者，下次强制任务3日后因标记提前。任务类型：生存追猎，将有其他渡境者参与追杀。3天。系统要借刀杀人。生存追猎，这是最恶心的任务类型。你会被投放到一个开放幽境，所有参与者的目标都是杀掉你，夺取你的渡票积分。能拒绝吗？不能，但我们可以做准备。选3样，算是我借你的初始投资。一副磨损的皮革手套，一瓶浑浊的液体，
一枚锈迹斑斑的齿轮。有意思的选择，你知道它们有什么用？不知道，但我的价值之眼告诉我，它们性价比最高。物品鉴定，痛苦手套。副作用有点大。幽静的物品都这样，有得必有失。另外2个呢？别在这里喝，这玩意喝下去会随机让你体验一段别人的记忆，可能是宝藏，也可能是酷刑。这个呢？停滞齿轮拧紧后，能让周围3米内的时间流速减缓50%，持续10秒，但之后你会被时间债务追讨。接下来1小时，你的动作会加速150%，很难控制。白哥在旧城区开咖啡馆，表面生意，实际贩卖情报和规则物品。他是中立势力，只认钱和人情。他可信吗？只要付得起价，他就可信。另外，他欠我个人情。陆巡，你又带麻烦来了。哥姐，别这么说嘛。这次是大生意，被苏婉悬赏的异常登陆者，确实是大麻烦。我需要情报，关于生存追猎幽静，以及如何从追猎中活下来。这里太嘈杂，换个地方说。我现在没有钱，但你可以投资我。如果我活过这次追猎，未来3次任务收益的20%归你。空头支票，追猎的存活率不到15%。你的承诺价值为0，加上我的担保呢？如果他死了，我替你办3件事，不限内容。你确定？3件事可能包括让你去死。我不怕死，我也赌他不会死。成交。里面有3样东西，这些东西对你帮助一定很大。名单上有个叫屠夫的，危险评级 S， 他擅长什么？屠夫喜欢收集猎物的器官，尤其是眼睛。他有一种能力，能看到别人的恐惧，并加以放大。弱点：过度自信，讨厌计划被打乱。另外2个 S 级呢？织梦者和静默。织梦者能编织幻境，让人在美梦中死去。静默与他交战过的人都再也没说过话。逃生通道在哪儿？通道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地方，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，剩下的需要你自己找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林彻，我们得回去准备。你手腕上的渡票，能给我看看吗？还有3小时，你记住，进入追猎幽静后，第一时间找掩体，观察环境，别急着跑。逃生通道，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地方会是什么？可能是天空，可能是地下，也可能是某个人的记忆里。幽静的规则千奇百怪，这是单向通讯器，只能我说话你听。如果找到逃生通道，我会尝试提示你，但幽静会干扰通讯，不一定能成功。谢谢。别死，我还等着你帮我抑制硬币副作用呢。生存追猎幽静，遗忘战场规则：一，你是唯一猎物，其余7人为猎手。2，猎手之间可互相攻击，但击杀猎物奖励更高。3，幽静内散布记忆碎片，收集可解锁局部地图或规则提示。4， 72小时后若猎物仍存活，则猎物胜利，所有猎手扣除积分。你的位置以每半小时向所有猎手广播1次。位置广播，真是毫不留情。蓝色是安全物资，红色是危险区域，紫色是记忆碎片。先收集情报吧。守不住了，连长说援军马上到，都是骗人的。我不想死，妈妈。教堂离这里大约1公里。林彻，听得到吗？已经有猎手靠近你，在你东边300米。猎狗，名单上评级 A， 嗅觉强化，擅长追踪。找到你了，小老鼠！该死！好吧，越挣扎肉越紧实。
怎么不跑了？让我看看，先撕哪条腿好呢？你闻到了吗？什么？血腥味儿，很新鲜的血腥味儿。这是屠夫的味道，他刚杀过人。你骗我！赌对，这里曾是医院病房。记忆碎片，而且很多。潜行者评级 B。眼睛是灵魂的窗户，挖出它就能看到一个人最深的恐惧，多美啊！林彻，听我说，屠夫在附近，他的能力，不要看他的眼睛。嘿嘿，有客人来了，别紧张，我只是来取潜行者的另一只眼睛，你看到它了吗？他的左眼，恐惧的颜色是深紫色，很美。没看见。说谎，你的恐惧是灰色、迷茫、不确定，但深处有一丝坚定的蓝色，真有趣。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好吗？我保证，过程不会太疼。我去取，尝尝这个。更多，给我更多痛苦，我要收藏它。好吧，你的恐惧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味。动作比思维快，接下来1小时要小心。林彻，听好，我分析了地图碎片。逃生通道可能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地方，也就是被抹去的存在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幽境叫遗忘战场，那些记忆碎片都是士兵的回忆，但战争里有些人的存在会被彻底抹去，比如逃兵、叛徒或者被自己人灭口的间谍。找到不存在之人的记忆，可能就是通道。中央广场规则陷阱会不会就是抹去发生的地方？猎手们联手了。新出现的那个人，我没资料，可能是临时加入的猎手，或者是幽境本身的 NPC。猎物还没来吗？人家都等困了。他的位置广播显示正在靠近。静默，你能让他闭嘴过来吗？静默的能力，强制沉默。陷阱启动了，他动不了了。你就是异常登录者，看起来好普通。让我来净化他。随机一段记忆，赌一把。对不起，妈妈，我当了逃兵，但我真的不想死。叛徒。影子，不存在之人的影子是独立的。影子在杯的空白处。他解除了规则陷阱。慢点儿，能不能慢一点儿？别想跑，孟劳千丝缠。出！看着我，我的眼睛，我看见了我最怕的。不要别过来。下面是什么？通道。墙上竟然有文字，这是不存在之人的遗言。我逃了，但无处可去。他们说我叛国，妈妈会因此厌恶我吗？只有影子陪着我。如果有一天有人找到这里，
请告诉我妈妈，我不是叛徒，我只是害怕。林彻，你进入通道了，听好，逃生通道需要钥匙，通常是幽静的核心记忆。核心记忆是这个士兵的忏悔吗？遗愿是将他的影子带回故乡。影子是指外面那个黑影吗？还有这个士兵的牌子，门的后面是他的故乡吗？这是他的故乡。天快黑了，我儿子该回来了。奶奶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啊？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他终于回家了。隐藏任务归乡完成，奖励豁免本次追猎，直接回归，倒计时10秒。目标消失，成功了，他回归了。不过幽静里那个校服少年是谁？名单上没有，能力未知，总觉得不对劲。紧急通知，悬赏令更新，目标林彻，追加赏金1次规则提问权，加1件规则物品，发布者苏婉收藏家。股东也插手了，糟了！伤口都消失了，但精神好累。生存追猎任务完成，奖励积分加30，获得称号影子归还者。下次强制任务14日后。14天，喘息时间变长了。快上车，悬赏升级了，现在半个城市的渡境者都在找你。收藏家是谁？一个正式股东，喜欢收集异常和稀有品。他盯上你，要么是想要你的渡票，要么是看中了你异常登录者的身份。坐稳了。数字高点，最低值，今天霉运爆棚，闸门要被封住了。能用吗？试试。手套对非生命体也有效。稀奇。有副作用。我刚刚体验了挖眼的快感和剧痛。先别管那个，我们需要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白哥那里不能去了，他虽然中立，但挡不住股东的压力。去哪里？去找老虎。老虎？王虎，前渡境者。现在开了家健身房当掩护，他欠我1条命，而且他讨厌股东。陆巡，你还活着？虎哥，救命！这就是被苏婉和收藏家一起悬赏的小子。打扰了，进来吧。不过先说好，我只提供3天庇护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详细点儿。事情大概是这样的，你能看见隐退的真实样子？能，也能看见苏婉脸上的第2只眼睛。真实视域，罕见的天赋，难怪苏婉要抓你。守门人最讨厌的就是能看穿伪装的人。虎哥，收藏家为什么也插手？收藏家那混蛋专门收集异常和稀有规则，林彻的异常登录对他来说就是一件还没入库的藏品，而且我怀疑他和苏婉有合作。合作？什么意思？守门人和股东理论上是对立的，守门人维护现实稳定，清除异常，股东利用系统漏洞获利。但如果他们目标一致，比如都想得到你，临时合作也不奇怪。那我们怎么办？1. 隐姓埋名离开这个城市。2. 林彻在下次幽境里拿到股东资格，成为正式渡境者，那样守门人就无权随意处置你。股东资格怎么拿？积分达到100，并通过1次股东试炼。你现在的积分多少？45。下次任务如果做好，可能1次就过，但股东试炼死亡率有70%。虎哥，你当年是怎么通过的？我放弃了。试炼开始前，我撕掉了渡票，自费能力退出系统。还能退出？代价很大，我失去了1条手臂。虽然系统治好了伤，
但手臂再也使不上劲，格斗生涯也废了。是押局，收藏家的人锁定这里了，最多半小时时间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开我的车，从地下车库走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也会有危险。我虽然废了，但对付几只鸟还是没问题的。快走！小子，想活下去，下次幽静去鬼市，那里能买到真实情报，关于你的身世，关于系统，关于一切。五哥动真格的猛虎罡气，他居然还能用出来。他会没事吗？不知道，但我们现在必须去鬼市，那是唯一能弄清真相的地方。鬼市在哪儿？鬼市不在哪里，它在现实与幽静的夹缝中，入口需要特定条件才能开启。我们现在就去凑齐条件。鬼市3要素：引路灯、买路钱、逆时器。灯是我从上次幽静里顺出来的，冥币是白哥给的赊账，怀表是虎哥的珍藏。这些物品该怎么用？提着灯，撒钱，跟着怀表指针走，它会指向最近的入口。入口在水下，跟我来。生者避让，亡者引路，阴阳交界，鬼市洞开。跟紧我。这里都是鬼？不全是，鬼市对所有人开放，渡境者、守门人、幽静居民，甚至现实世界的通灵者，只要付得起代价，谁都能来。避世巡查，生人退避。避世巡查，生人退避。是鬼差、鬼市管理者，被他们发现我们是非法闯入，就麻烦了。有新鲜的血肉味儿，还有渡票的臭味儿。大人，刚才是2个小伙子买了我的避阴符，已经往忘川当铺方向去了。走，去忘川铺。出来吧，小子们，老身帮了你们，该付报酬了。多谢婆婆相助，报酬是一滴血，一滴泪，一句真话。血和泪能理解，真话是什么意思？老身问一个问题，你必须用灵魂担保说真话，若说谎，灵魂就归我了。别答应，他的问题是真言契约约束力极强。你想问什么？你母亲周慧真的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回答。5年前，我妈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，当场死亡。这是我亲眼在认尸时看到的，也是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。真话。那么第2个问题，你伤害的那个周慧真的是隐退吗？是，我能看见她的脸皮下是另一张腐烂的脸。有趣，太有趣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想知道真相吗？关于你母亲，关于你自己，关于这一切。我想知道。报酬已付，去忘川当铺吧，找掌柜孟先生，就说是独眼婆让你们来的。你刚才的回答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但真言契约只约束你认为是真话的话，如果你记忆被篡改过，或者认知被扭曲，你说的真话可能就是假的。你是说我妈可能没死，可我亲眼见过遗体。在幽静和渡境者的世界里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先去忘川当铺吧，那里或许有答案。本店只收3样珍贵之物，记忆情感，未了因果。客人想典当什么？独眼婆让我们来的。哦，那个老妖婆还没魂飞魄散啊！说吧，想买什么情报？我想知道我母亲周慧是否真的死了，还有我的身世。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。找到了，18年前，一个叫周慧的女人来过鬼市，她典当了自己的母爱，换取了庇护契约。什么意思？母爱是一种珍贵的情感能量，她用这份能量换取了某个存在对她孩子的庇护，让那个孩子能平安活到成年。那个孩子是我。账册上写的是林彻，生于2005年7月15日，契约期限是至其18岁生日。然后呢？
契约到期后3个月，周慧因车祸死亡。但有趣的是，她的母爱典当品至今还在本店库房里，没有被赎走。如果典当品还在，说明他可能没死。不一定，也可能是他死的时候已经不具备赎回的能力了。如果你想弄清真相，我建议你去看看那份典当品本身。不过，查看典当品需要支付对等代价。你母亲典当的是母爱，你要查看就得支付同等的情感。我支付用什么情感？你最重要的情感是什么，就支付什么，那就是周慧典当的母爱。妈妈，先付代价，你决定用什么情感支付了吗？我最重要的情感是对妈妈的思念，还有对真相的执着。不够纯粹，最重要的情感必须是单一的、强烈的，构成你人格核心的情感。比如求生的欲望、对他人的信任、对正义的坚持。一旦支付，这种情感就会从你灵魂中剥离，你再也不会感受到它。我支付被爱的渴望。林彻，你疯了吗？失去这个，你会变成冷血动物的。为什么选这个？因为从小到大，我最渴望的就是被爱，被妈妈爱，被朋友爱，被这个世界爱。但如果这份渴望阻碍我寻找真相，我宁愿不要。很理性的选择，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失去被爱的渴望后，你可能会变得极度自私、冷漠，甚至可能伤害关心你的人。我接受。那么契约成立。好了，现在可以看了吗？请。周先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他出生时就被隐灾标记了，活不过18岁。能对抗隐灾的，只有母爱这种纯粹的情感能量。但典当后，你将永远失去爱孩子的能力。没关系，只要他能活下去。小彻，妈妈要出远门，你在家要乖乖的。所以，我妈是为了让我活下去，才典当了母爱，然后她假死离开，是为了不让我发现她已经不爱我了。恐怕不仅如此，隐灾是一种诅咒，被标记的人会成为隐退优先攻击的目标。那现在住在林彻家的周慧是谁？2种可能，一是隐退伪装的，2是周慧本人回来了，但她已经没有母爱，回来可能另有目的。怎么找到她？典当品和原主人之间有微弱联系，你可以带走这个光球，它会指引你找到周慧，但代价是你要替她完成那份庇护契约的后续。后续是什么？契约规定，受庇护者活到18岁后，需要亲自面对一次隐灾试炼。你母亲当年只买到了延迟，没买到免除。隐灾试炼那是什么？隐灾是一种来自屏障之外的侵蚀现象，试炼内容因人而异，但本质是考验你对抗隐退的能力。通过则诅咒解除，失败则成为隐退的一部分。我接受。另外，关于我的身世，账册上还有记录吗？你父亲叫林远山，20年前也来过鬼市，他典当了人性，换取了一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个情报需要另外的代价，而且我建议你暂时不要知道比较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真相后，你可能会憎恨自己的出生。光球指引的方向是城西公墓。我妈在那里等我，或者说等我去完成试炼。你没事吧？失去被爱的渴望后，你好像变了个人。我更清醒了，感情是累赘，真相才是最重要的。别走极端，感情让我们是人，不是机器。先去公墓吧，试炼完成后，我还有问题要问我。妈，小彻，你来了。你真的是我妈，还是隐退？我是周慧，但已经不是你母亲了。我典当了母爱，现在对你没有任何感情。我回来只是为了完成契约的最后一步，开启试炼。隐灾试炼现在开始。林彻，小心！外人不得干涉，否则试炼失败，他当场死亡。试炼内容：在隐之领域中找到真实的我，你有3次机会，猜错1次，你会失去一部分存在。小彻，猜猜哪个是妈妈？我妈已经不爱我了，所以真正的她不会露出温柔的表情。是你。第1关通过，第2关，回答我的问题：我为什么抛弃你？你不是抛弃我，你是为了救我，典当母爱，
换取庇护契约。基本正确，但有一个细节错了。我不是寻找解除方法，我是去成为方法的一部分。什么意思？隐灾诅咒的解除需要祭品，我自愿成为祭品，换取你彻底解脱。但祭品仪式需要你成年后亲自启动，所以我回来了。你要为我而死？我已经死了，从典当母爱那一刻起。现在回答第3关的问题，你愿意接受我的牺牲，活下去吗？如果我拒绝呢？诅咒不会解除，你会被隐灾逐渐侵蚀，最终变成隐退。我也会因为契约反噬而魂飞魄散。如果我接受，你会怎样？我的灵魂会成为封印隐灾的锁，永远被困在屏障的夹缝中，承受孤寂。但你会自由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一定会哭着拒绝。但现在，我感受不到被爱的渴望，也感受不到失去母亲的痛苦。理性分析，接受是最优解。时间到了，你的选择是？我拒绝，因为我不需要别人为我牺牲。隐灾诅咒也好，试炼也好，我自己来解决。你解决不了，这是源自屏障之外的污染，连冥河系统都只能封印，无法根除。那就找到根除的方法。在此之前，我会活下去，用我自己的方式。林彻，你没事吧？试炼通过了。诅咒只是暂时压制，3年内必须找到彻底解除的方法，否则3年后的今天，隐灾会全面爆发。怎么找方法？去屏障边缘，那里有知晓真相的守戒人，但那里也是你父亲最后去的地方。我爸还活着？我不知道，20年前他典当人性后就去了屏障边缘，再也没回来。小彻，最后说一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个好母亲，但你是我的骄傲。他解脱了。接下来去屏障边缘。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光球最后指引的方向是北方，而且我感觉到了那里有某种呼唤。系统发布的任务，看来屏障边缘确实出事了。我要去，不仅是任务，也是为了找解除诅咒的方法。我跟你去，不过我们需要更多队友。屏障边缘那种地方，一个人是找死。那我们要去找谁？沈香应该也回归现实了，联系他。还有王虎，如果能脱身，他也是强力战力。另外，白哥或许知道更多关于屏障的情报。那就3天时间准备，3天后出发。天快亮了，先回我的新安全屋吧。对了，你失去被爱的渴望后有什么具体变化吗？我能更冷静地分析利弊，但我感受不到对你的感谢，也感受不到对虎哥的担心，就像看陌生人一样。这副作用真够呛，不过放心，我会帮你把感情找回来的。联系上沈香了，她说她在西北写生，但愿意过来，前提是我们报销路费。给她打钱？已经打了，王虎那边还没消息。昨晚城西公墓发生天然气管道爆炸，无人员伤亡，官方在掩盖痕迹。正常了，守门人组织会处理所有超自然事件的后续。苏婉现在估计气得跳脚，他的悬赏目标居然从鬼市全身而退了。谁？送快递的。哥姐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可别忘了，我是情报商。你们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我想不知道都难。2件事，第一，王虎还活着，但被收藏家抓走了。收藏家想用他逼你们现身。第2件呢？第二，这是关于屏障边缘的情报，还有一份组队契约。组队契约？正式渡境者组队需要签订契约，共享部分任务奖励，但也分担风险。契约有3种：临时合作、固定小队、灵魂绑定。我建议你们选第2种。固定小队有什么好处？成员间可以共享部分能力，任务奖励加成，死亡后队友可以继承部分遗产。坏处是一人背叛，全队遭殃。我信任你。我也信任你，虽然你现在是个没感情的家伙。固定小队破障者成立，当前成员林彻陆巡，小队特性：幸运加成微弱，
经验共享10%。屏障边缘的情报，简单说，那里是现实世界与外界的最后防线，有守戒人世代守卫。但最近10年，屏障出现裂缝，影潮越来越频繁。影潮是什么？影灾的大规模爆发，成千上万的影退从裂缝涌出，试图侵入现实，守戒人快撑不住了，所以系统才会发布紧急任务，招募渡境者支援。裂缝怎么产生的？据说是20年前，有人从内部破坏了屏障的核心封印，那个人叫林远山。我爸。看来孟先生没告诉你全部。林远山20年前潜入屏障核心，典当人性，换取了破戒之药。他用那把钥匙在屏障上开了道口子，然后消失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知道。有人说他想去屏障之外，有人说他被外界的东西蛊惑了，但结果是屏障裂缝每年扩大，影灾愈演愈烈。所以我的影灾诅咒，可能也和我爸有关。很可能你是林远山的儿子，天生带有破戒的血脉，所以容易被影灾标记。有办法解决吗？2个方法：一，杀了你，血脉断绝；二，去屏障核心，修复封印。但那里现在是影潮爆发点，九死一生。我去修复封印。失去情感后，你连恐惧都没了吗？理性分析，这是最优解。而且我想当面问我爸为什么这么做。我来了，路费太贵了，下次能报销机票吗？任务完成，给你双倍。先看这个。林彻、陆巡，你们的朋友在我这里做客，想要他活着。明天午夜来百鬼大厦顶层，记得带上林彻的渡票。百鬼大厦，那是城里最有名的灵异地点，据说整栋楼都是幽境与现实的重叠区。明显是陷阱。收藏家想要林彻的渡票，可能还想抓他当藏品。但我们必须救虎哥。对方至少3人，收藏家、人偶师、咒术师，正面冲突胜率低于30%。你有什么计划？调虎离山。沈香，你的能力在幽境里是化境成真，在现实世界能用吗？能用，但效果会减弱，而且需要准备时间和素材。我需要你画一个假的我，吸引注意力。陆巡，你用硬币能力制造混乱，我趁机潜入救人。风险很大，但成功率有51%，比硬闯高。你真画林彻，需要他的写作颜料，够吗？够了，画成后能维持15分钟，会模仿你的基本行动，但没有战斗力。硬币数字800，中等运气，希望够用。开始行动。来了来了，收藏家叔叔说的没错，你真的会来送死呢。杀了他，杀了他！隐身符，雕虫小技。你怎么发现我的？这个大厅布满了真理之眼法阵，任何伪装都无效。收藏家大人早就料到你会偷袭。林彻，快跑！这是陷阱，容器会吸收你的生命力。太迟了，生命汲取法阵启动。法阵的弱点在哪里？没有弱点，这是上古禁术，一旦启动，除非施术者死或自愿停止，否则会吸干阵内所有活物的生命。但放开他，收藏家大人会很高兴的。你犯了个错误，你不该离我这么近。停滞齿轮，时间减缓50%。痛苦灌输。不，这是什么？法阵。你用了3次齿轮，不要命了。先救虎哥。屏障需要咒术师的血才能解除。都要死！
来个大的，最大幸运值，时间1分钟。血拿到了，老子憋坏了！小子，撑住！收藏家还没出现，精彩，真是精彩！咒术师那个废物果然靠不住。你想怎样？我改主意了，林彻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加入我的收藏馆，成为我的活体藏品，我可以给你最好的待遇，甚至帮你解除影灾诅咒。代价是什么？代价就是你的自由和偶尔配合研究。作为交换，我保证你活着，并且告诉你关于你父亲的全部真相。考虑一下。居然是假的，这颜料和血的味道是画师的能力。找到你了哦，画师姐姐。完了，姐姐的画真好看呢，能不能也给我画一张？你别过来。为什么？我很可怕吗？明明大家都说我很可爱的。杀了他，把他的皮剥下来做人偶。你别过来，我也是渡境者，别小看我。好呀好呀，让我看看画师姐姐有什么本事。你弄坏了我的玩具，你要赔给我。难道要死在这里？不行，我不能拖后腿，我要变强。以血为引，以魂为墨，画境千军万马。画境成真，你居然能用到这种程度，有点意思。撑住，再撑一会儿。姐姐到极限了呢，那么该说再见了。硬币啊，救人！沈香，没事吧？林彻他们怎么样了？虎哥已经救出来了，但林彻被收藏家堵住了。我们先撤，再想办法。不准走，娃娃，给我拦住他们！抓紧了！讨厌，让他们跑掉了。你有10秒的考虑时间，10、9、8。林彻，别答应，进了收藏馆比死还惨。我们来了，林彻，别听他的。7、6，人齐了，正好把你们所有人一网打尽。我拒绝，真遗憾。那么我只能用抢了。领域展开，无尽收藏馆。该死，这是领域级的能力，他是高级股东。可恶，我们和他拼了！欢迎来到我的世界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，包括你。陪我的藏品玩玩吧，如果你们赢了，我就放你们走。当然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陆巡，你去对付提刑手，他的精神攻击最麻烦。火哥和沈香对付剑客。那你呢？我来拖住他。你想怎么拖住我？凭你那几件小道具。我用这个换我们安全离开。周慧的母爱典当品确实稀有，但不够。再加上一个情报，关于屏障核心封印的修复方法。你知道方法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谁知道守戒人，而我有办法让守戒人开口。有点意思，但你怎么证明？我可以和你签订契约，如果我从守戒人那里得到修复方法，就复制一份给你。作为交换，你现在放我们走，并且1年内不得再找我们麻烦。契约需要抵押品，如果你违约，抵押品归我。
我用我的视觉抵押。如果我违约，从此失明。林彻，别乱来，好胆量！成交，签了他吧。1年之约，希望你别让我失望，否则挖出你的眼睛当藏品也是不错的。吓死我了，差点交代在这里。快走，这里不安全了。坐上去，他能带我们离开。绷带不能拆，契约力量封锁着，到了地方会自动解开。屏障边缘，我10年前去过一次，那时候裂缝还没这么大。虎哥，守戒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一群疯子，自愿守在现实世界最危险的地方，一辈子不能离开。但他们很强，不强的人早死了。你认识守戒人的首领吗？认识，红蝶一个女人，但比10个男人还狠。紧急情况，列车误入，幽静重叠区，请乘客留在座位。车厢连接处在。救命！那是什么？界外蠕虫的幼体，屏障裂缝不停临近，他们以恐惧为食。蠕虫怕什么？强光和高温，但列车上没有。我有办法，给我1分钟。以血为引，化进尾炎。去车头，用光照开路，跟紧。还活着，但灵魂被标记了，是坐标印记。有人故意引蠕虫来袭击列车，印记的能量特征，属性是速度。守门人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在列车上？守门人有追踪附近的手段，看来他不打算放过你。更麻烦的人，你们看前面，我们到缓冲区了。屏障边缘就在雾海后面。列车即将进入缓冲区，未持有通行证者，请做好死亡准备。请做好死亡准备。这些沙粒是时间尘埃，屏障内外时间流速不同，人会加速衰老。那我们得快点通过。雾里好像有东西要出现，快点，大家快趴下！通行证，契约完成，我们抵达边缘。守卫石像鬼弱点，晶体反制通行证需求，灵魂纯度大于等于70%。他要检查灵魂纯度，谁先来？怎么检查？触碰，纯度不足者化为沙粒。我先来，我杀人放火，但没害过无辜。不足，惩罚衰老10年。王虎，你怎么了？你快起来！你皮肤怎么变老了？我来。
通过。我也来。通过。我的灵魂被隐灾标记，可能纯度很低。异常既有深度污染，又有纯粹光明。裁决：给予临时通行证，但需在屏障哨站接受2次审查。握紧它，可指引方向，并在雾海中驱散低级隐怪。时效3小时。这里面好像有声音，是历代守卫者的记忆碎片，他们在哭。哭什么？哭自己再也回不去故乡，哭战友一个个死在隐巢里，哭屏障越来越脆弱，但还在坚持。守戒人都是这样，明知会死，还是来了。是嗜血蚁群居爬过，但我们的晶体光不够强。缓冲区禁止长时间停留。你们是哪支小队的？红蝶。王虎，你老了。这些人是谁？我们是渡境者，接了系统的屏障巡检任务。他是林彻。对，我就是林彻。林彻，林远山的儿子。你认识我吗？何止认识，20年前就是他害死了我姐姐。有话好好说，先把刀放下。王虎，你带他来是什么意思？红蝶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林彻也是受害者，他被隐灾标记，需要修复屏障核心才能活命。修复核心就凭他，连他父亲都失败了，还破坏了封印。如果你觉得杀了我能解恨，可以动手，但我死，屏障裂缝会继续扩大，隐巢会吞没一切，包括你守护的这个世界。跟我回哨站，你的命运由审判庭决定。那就是屏障。里面是我们世界，外面是虚无之海。隐灾就是从裂缝渗进来的污染。大人，东3区裂缝又扩大了，影兽正在集结，让第3、第5小队去防御。另外，召集审判庭，1小时后开庭审判林远山之子。林彻，你父亲林远山20年前潜入核心区，盗取屏障之心碎片，导致封印削弱，隐灾肆虐。你身为他的儿子，有何辩解？我没有辩解，但我需要知道真相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真相代价很大，你愿意支付吗？愿意。那么，触碰这个。红鸾，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他告诉我，屏障是囚笼，我们都是被圈养的牲畜。远山，你被蛊惑了，那是外界的低语，他们在骗你。我看到了真相，打破屏障，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远山，救我！不应该是这样，他说会帮我吗？红鸾是我姐姐，她是我最崇拜的人，也是当时的守戒人领袖。林彻，你看到了，你父亲背叛了人类，现在你有2个选择：一，替你父亲赎罪，进入核心区修复屏障；2，被永久囚禁在哨站地牢。我选1，但我需要队友，需要情报。那么判决如下：林彻及其小队即刻编入敢死队，3日后进入核心区执行修复任务。我会带队监督。另外，林彻，如果你在核心区见到你父亲，替我带句话给他。什么话？
姐姐直到最后还在喊你的名字。老了10年，拳头都软了。虎哥，这次硬币数字不错，7000，说不定进入核心区后，运气能帮上忙。我在尝试画进化之光，但需要圣洁的颜料，比如天使羽毛、圣水之类的。少战军械库应该能兑换装备，我们去看看。敢死队配额，每人可选2件制式装备，1件特殊装备。制式装备在那边架子上，特殊装备需要战功积分兑换。你们刚来，积分为0。那个破鞋拳套需要多少积分？5000。你杀100只影兽就够了。我们只有3天。那堆东西怎么卖？那是从影兽肚子里剖出来的未鉴定垃圾，100积分一堆。不过提醒你们，里面99%是真正的垃圾。我买1堆。你哪来的100积分？这个值多少积分？母爱典当品，价值3000积分。3000，林彻，这能换好多装备。我换那堆垃圾，剩下的积分平均分给大家换装备。装备全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真实之境能照出灵魂的本质，你的影子里有你母亲的残像，说明她的灵魂还未完全消散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姐姐死后，我也用镜子照过自己，影子里也有她的脸。恨你吗？恨，但更恨的是你父亲，还有那些外界低语。如果你真的能修复屏障，我会放下仇恨。修复屏障后，我想去屏障之外看看。看看到底是什么在蛊惑人心。如果你能活着回来的话，第一波是10股狼群，数量300左右，弓箭手准备。不对，狼群后面有更大的东西。骸骨巨响，第2波就出这种精英单位，这次引潮不正常。我去会会他。别冲动，巨象的弱点是胸口心脏，但周围有骸骨护甲，必须有人吸引他注意力。镜子里显示，他的心脏每隔10秒会跳动一次，跳动瞬间护甲会张开 0.5秒。10秒05秒，窗口期。你能打中吗？距离太远，我得靠近到50米内。我画一条光影通道，能让你3秒内冲过去，但通道只能维持5秒。足够了。陆学，用硬币给虎哥加运气。红蝶大人，请用剑雨掩护。听你指挥，弓箭手覆盖射击。我来了。就是现在，往我这。真不，指挥不错，但别高兴太早。看那边，3只，我们守不住的。准备启动屏障炮，消耗1块屏障之心碎片，能发射1次净化光束。绝对不行，屏障碎片只剩7块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给我1支箭和1块最小号的屏障碎片。你想做什么？把碎片绑在箭上，我用价值之眼能找到3只巨象心脏跳动的同步瞬间，一箭穿3心。简直荒谬！心脏跳动窗口只有0.5秒。
3只巨象巨，怎么可能？正常情况下不可能，但如果有逆时怀表就可以。让时间倒流3秒，我就能预知他们的心跳节奏，找到那个完美时机。但用怀表会失去记忆，失去一段记忆换药材安全，值得。如果我忘了重要的事，提醒你。好，逆时运转。看了，巨象心脏需要调整。做到了，我们赢了，成功了，你做到了。你是林彻，我是陆巡啊，你哥们儿。陆巡，名字熟悉，但脸不认识。名字我都有印象，但想不起具体是谁。逆时怀表的副作用，随机失去一段记忆。你失去了什么？我失去了所有人脸记忆，在我眼里，你们的脸都是模糊的。那你怎么战斗？怎么识别敌我？靠价值之眼的数据标签，靠声音，靠习惯动作，不影响判断。小子，苦了你了。记忆损伤在视觉识别区不可逆，除非找到记忆之泉的泉水。无所谓，离进入核心区还有2天，我需要训练盲视战斗。林彻，审判庭决定提前释放一批囚犯给你当队员。囚犯？违反规定的，或者像你一样有原罪的，都会被编入敢死队。现在你是这支敢死队的临时队长，这是敢死队的名单，过会去训练场见一下。你能看见影子说话吗？能。你的能力是什么？我能听懂影子的语言，也能让影子暂时活过来，但每次使用，我的影子会变淡一点。小子，听说你需要好装备，老夫能打造规则兵器，但材料你得自己找。我是苏婉的师兄，因为发现守门人的真相而被追杀。如果你真想修复屏障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些秘密，关于苏婉，关于收藏家，关于系统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冥河系统根本不是保护人类的屏障，它是一座农场，而我们都是被圈养的牲畜。详细说说。100年前，屏障突然出现，冥河系统随之降临。官方说法是上古神灵留下的保护机制，但我在守门人档案库里发现，屏障是人造的，目的不是保护，而是隔离我们这些失败品，防止我们污染外面的纯净世界。证据呢？怎么证明我们是你说的那样？证据就是影灾，影兽为是清理失败品的清洁工，而渡境者系统是为了筛选出还有价值的个体，榨干最后的价值。继续说。苏婉知道这一切，但他相信牺牲少数保全多数是对的。收藏家也知道，但他选择成为股东，享受特权，而我选择反抗。怎么反抗？加入影灾，成为他们的一部分，然后从内部瓦解他们。你被影视感染了？自愿的，只有成为他们的一部分，才能理解他们的目的。影灾不是无意识的污染，他们有意志，有目的，有王。目的是什么？回收所有被原初诅咒污染的生命，包括你。我们体内都有诅咒碎片，只是浓度不同。原初诅咒是什么？100年前，人类进行了一场禁忌实验，试图创造新人类。实验失败，泄露的污染就是原初诅咒。屏障是为了封住污染，但已经晚了。所有当时在场的人及其后代都被诅咒了。所以我爸偷屏障之心碎片，是为了解除诅咒？不，他是想彻底打破屏障，让所有人都暴露在诅咒下，这样王就会现身，他就能杀死王，终结一切。他疯了。也许，但他给了我们另一个选择，与其被慢慢圈养致死，不如拼死一搏。鬼面，你又在这里散播谣言。红蝶，你姐姐是怎么死的？真的是被影兽拖走的吗？还是因为她发现了守戒人高层在偷偷献祭士兵给影灾，换取暂时的和平？闭嘴！让他说完。每3年，少战会秘密送一批罪兵进入核心区，美其名曰净化任务，实则是给影灾的祭品。你姐姐红鸾就是因为反对这个，还被设计害死的。证据。
证据在核心区的祭坛上刻着所有被献祭者的名字。3日后进入核心区，我会亲自确认。如果是假的，我亲手杀了你。信息量太大了，我们是被圈养的失败品。我不管什么真相不真相，我只知道，现在影兽在杀我们的人，我们得杀回去。鬼面的话不能全信，但也不能不信。进入核心区后，我们分头行动。那你呢？你失去了人脸记忆，怎么认路？镜子能照出真实路径，另外我还有影视之种。这是？它是个共生种子，吃下它会与影视建立微弱连接，能感知影兽位置，甚至短时间操控低阶影兽。副作用呢？会被缓慢侵蚀。太冒险了。我有分寸，这件事保密。你怎么了？影子在哭，他们说很快会有大家伙来。大家伙？那是什么？影灾的王，或者说清洁宫的总指挥。林彻，林远山之子，王在等你带来屏障之心，换取解脱。你是谁？我是无言的另一半，吃下种子来见我们。他在引诱我。我们会护送你们到核心区入口，之后只能靠你们自己。记住，入口开启时间只有3分钟，3小时后无论成功失败，必须返回，否则入口关闭，你们会永远被困在里面。核心区充满饮食毒物，不吃特效药活不过10分钟，特效药的药效也只能坚持3小时。出发。这里是活的。屏障之心是活体器官，这里相当于他的体内。小心那些孢子，它们是免疫细胞，会攻击异物。加快速度，孢子群要来了。就是这里，3分钟倒计时，快进去，活着回来。这里好安静。不安静，地上那些碎片里封印着死者的灵魂，他们在哀嚎。这些碎片还能用，但需要生命能量重新激活。谁愿意献祭？我来，反正我半只脚已经是影灾了。不，用我的血，我的血里有影灾诅咒，也有屏障碎片能量，可能是最好的催化剂。入侵者清除，是之前被献祭的士兵，他们被饮食同化了。让我来，我和他们是同类。退下，此人是王的客人。王的客人，证明。这个够证明吗？种子持有者，请随我们来，王在等待。别去，肯定是陷阱。但这是唯一快速接近屏障之心的机会。你们按计划去调查祭坛，3小时后在入口集合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们自己逃。林彻，带路。林彻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20年了。你是谁？我是第1任守戒人总司令，也是第一个被原初诅咒完全侵蚀的人类。他们叫我影灾之王。你认识我父亲？何止认识，20年前是他把我从沉睡中唤醒的。他想和我合作，打破屏障，终结这个扭曲的轮回。但他失败了，因为他太急了。他想用屏障之心碎片强行打开通道，结果导致反噬，洪乱牺牲。他自己也被碎片力量震碎了灵魂。那现在呢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这把烛影剑是屏障之心的半生武器，能彻底杀死我，但杀死我，屏障之心也会彻底崩溃，影灾将失去控制，全面入侵。所以你是屏障的安全阀？
对，我活着，隐在受我约束，只清理重度诅咒者。我死了，隐在失控，所有人都会死，这是一个死局。鬼面说你是清洁工的总指挥。清洁工这个比喻很贴切，原初诅咒是一种污染，如果不清理，所有被污染者最终会变成扭曲体，那是比影兽更可怕的东西。我的职责就是控制影灾，精准清理，避免污染扩散。那为什么会有献祭？那是守戒人高层的自作主张，他们想用活人献祭，献祭换取我的宽容，减少影潮频率，但我从未要求过那些祭品，我都放他们回去了，虽然记忆被修改了。如果我能修复屏障之心呢？你能修复需要什么？需要3样东西：完整的屏障之心碎片、纯粹的生命能量，以及一个无诅咒者对灵魂作为核心。碎片在地上，生命能量可以用我的，但无诅咒者这个世界上不存在。存在，我母亲周慧，她典当了母爱，也剥离了诅咒，她的灵魂碎片就在我这里。纯粹的灵魂确实无诅咒，但用它做核心，它会永远被困在屏障里，成为系统的一部分，失去转世可能。我知道，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他用母爱换我活到成年，现在我用他的灵魂换世界存活，很公平。好，我帮你。用这把剑刺入屏障之心祭祖，配合你母亲的灵魂，可以完成修复，但修复完成后会失控10分钟。告诉红点，他姐姐不是我杀的，是守戒人高层为了掩盖献祭真相。这老骨头居然变年轻了。祭坛吸收了历代献祭者的生命，你本是其中一员。屏障之心的能量异动，替你抵10年衰老。现在怎么办？先修复屏障，胡歌的仇，等我们活着出去再报。10分钟，撑住10分钟。我憋了10年的火，今天我要全撒出来。化境钢铁城墙，全员幸运加持。大家拜托了。我的影石感染在加深，快控制不住了。林彻，如果我变成怪物，杀了我。你不会，因为你眼里还有光，那是想保护什么人的眼神，和我妈一样。小子，你虽然没了感情，但看人还挺准。鬼面，快！修复还要多久？还有3分钟。3分钟，我能撑得住。鬼面叔叔，虎哥，左边。别分心，守好阵线。老夫这辈子值了。林彻记住，守门人高层里有外界渗透者，他们想让屏障彻底崩溃。苏婉可能不知情，我会查清楚。还有，谢谢你们，让我最后像个人一样战斗。试射结束了，还没完全结束。回哨战后，我们需要清理门户。你是说高层？鬼面临死前说，高层里有外界渗透者，而且你姐姐和虎哥的事也该有个交代了。屏障修复完成，影潮暂时退去，但根据鬼面的遗言和秦羽的证词，我们必须立即清洗高层中的渗透者。你有名单吗？审判长、军事长、预言者3位审判官中，至少有1位是渗透者。另外，后勤部长、情报处长也涉嫌参与献祭交易。直接抓人，他们会反抗吧？所以需要证据。预言者的预言水晶里应该记录了所有秘密会议，但水晶由他随身携带，无法强行夺取。
我可以画一个复制水晶，只要接触到真品10秒钟，就能复制最近1周的记忆画面。计划：红蝶以庆功宴名义召集高层，沈香伪装成侍者，接近预言者。陆巡用硬币能力确保接触顺利。我和虎哥负责应对突发战斗。我早就想揍那群人了。祝贺屏障修复成功，敬我们的英雄。那个林彻由不得，他和秦羽接触，知道太多。我看到黑暗在靠近，今晚有人会死。大人，您的酒。对不起，我帮您擦。小姑娘，你的手在抖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接触10秒完成。画师小姐，这么急着去哪儿？我衣服脏了，去换一下。把你画板给我看看，我听说你能复制记忆。你误会了。交出画板，否则……军士长，你涉嫌勾结外界渗透者，被捕了。哼，就凭你，屏障修复了又如何？主上的意志早已渗透进来，今晚少战将易主。果然，你还是暴露了。我早该说出来，但我怕死。所以，审判长和预言者去清理。不，我是知情者，但选择沉默，我有罪。先解决怪物。虎哥，陆巡，掩护红蝶。我打正面。运气不佳。陆巡，用那个头子给我绝对好运一点。结束了。不，这才刚开始。军士长只是小卒，真正的渗透者首领是后勤部长，他早就逃出哨站了。逃去哪？原初实验室遗址，他要去唤醒主上的本体。100年前实验失败后，封印在实验室深处的原初污染源。如果污染源苏醒，修复的屏障会再次崩溃，而且全世界所有被诅咒者会瞬间异变成怪。所以我的诅咒解除方法也在那里。对，原初实验室有净化装置，但需要钥匙才能启动。钥匙是林远山当年偷走的屏障之心碎片。是这个吗？你早就拿到了。我爸留给我的。他说这是赎罪的钥匙。原初实验室位于北极圈内，永久冻土层下方，90大的交通方式无法抵达，需要穿过3个重叠幽境作为中转站。第1个幽境血缘师承是100年前实验室泄露事故的受害者怨念所化。第2个幽境时间回廊，实验室的时间屏障。第3个幽境实验体收容所，关押着失败的实验体。听着就不好惹。我们只有1周时间。后勤部长比我们早出发1天，他可能已经抵达实验室外围。那还等什么？出发！这次不能全员去，哨站需要红蝶坐镇，审判长和预言者戴罪立功维持秩序。虎哥伤势未愈，留下养伤。无言和铁匠也需要时间恢复。我没问题，这是命令。陆巡、沈香、无言跟我去。铁匠，我们需要特制装备。给我12小时，老夫打点好东西。北极温度零下50度，普通装备会冻结。这是恒温作战服，内嵌屏障碎片粉末，能抵抗低温，也能削弱影视污染。武器方面，你们的常规武器在极端环境下可能失灵，老夫改造了一下。谢谢。还有什么建议？小心无言，那孩子不简单，他的影子能力太像原初实验体了。
我怀疑它和实验室有关。我会注意。传送阵会将你们送到雪原狮城入口。记住，幽境内时间流速可能与现实不同，但无论如何，7天内必须返回，7天后北极进入极夜。实验室的防御系统会全面启动。这是灵魂锚点，如果你们在幽境内死亡，灵魂会被拉回这里，但肉身会留在那边，慎用。活着回来，我等你喝酒。朱芳，好冷和温符好像不太够。这里的冷不是物理低温，是怨念的寒冷，需要精神抗性。中等运气，希望别遇上暴风雪。神龙4场运，书上清，不能应聘，进城赌。除了我们，加入我们。花经历。这些怨灵打不死，子弹穿过他们身体，只能让他们停顿1秒。他们怕的不是物理攻击，是温暖。沈香，画一个大号暖炉。陆巡，用幸运骰子提升画境效果。无言，让你的影子拖住他们10秒。10秒我尽量。画境，太阳暖炉。有效，维持住。暖炉消耗精神力很大，我只能维持5分钟。这些尸体穿着100年前的服装，他们不是冻死的，开伤口是被枪杀的。后脑中弹，处决式枪杀，这些人是谁？影子告诉我，他们是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家属。100年前泄露事故后，军方为了封锁消息，把他们全部灭口，伪装成冻死。太残忍了。碑文纪念在北极科研事故中牺牲的1432位同仁，他们的牺牲是为了人类更光辉的未来。讽刺。等等，1432人，但街上的尸体起码有上万人。其他人是后来者，误入这里的探险队、守戒人、叛逃者，甚至包括20年前的一支队伍。20年前，我爸的队伍。那里有记录。是守戒人的制式探险日记，署名林远山。你爸来过这里？所以当年我爸在这里等了我妈3天，但她没回来。然后他独自进入了实验室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下面有声音。会不会是陷阱？洞口下方有强烈的生命反应，但混杂着怨念，不是陷阱，是求救。要下去吗？必须下去，这可能是通往时间回廊的入口。而且我想知道，当年我妈为什么在这里失踪。哥哥，你是来救我们的吗？你们是谁？我们是原初实验体第7批。我们等了好久，后来有一个红头发的阿姨下来陪我们说话，但她只待了1天，就说要去找人，也再也没回来。红头发阿姨是不是叫红鸾？她人很好，给我们讲故事，还说会带我们出去，但她骗人。那后来还有一个叔叔下来过吗？
有一个和哥哥长得好像的叔叔，他在这里找了3天，没找到红阿姨，就跳进时间井里去了。他说要去修正错误。时间井。哥哥，你要进去吗？里面很可怕，时间会变得乱七八糟，很多人进去后就疯了。但我必须进去。你们愿意跟我走吗？我可以带你们离开这里。我们走不了，我们的身体还在实验室深处，被主上控制着，除非主上被消灭，否则我们永远困在这里。那我答应你，我会消灭主上，且放你。谢谢哥哥，这个给你，是红阿姨留下的，给未来的你，相信希望。准备进入时间井。根据孩子们的说法，井内时间流速混乱，我们可能被分散到不同时间点。谁将画4根时间同步线绑在手腕上，防止失散。线能维持24小时，24小时后，如果还没汇合，我们就可能永远困在不同的时间层里。无言，你的影子能穿越时间吗？可以，但消耗很大。我尽量带大家在一起。这是实验室。母亲，父亲，欢迎来到时间回廊。规则：找到唯一正确的时间，否则永远循环。先汇合。什么鬼地方？我在逆生长，不行，这样会变婴儿的。给我时间稳定。时间定。得快点找到出口。回答问题，你最后悔的时间点是什么？如实回答可离开。3年前，我妹妹病重时，我因为任务没有回去见她最后一面。我用骰子赌她会不会等我，结果是否？我信了，没回去。后来才知道，她等到最后一刻。回答真实可离开。这些镜子照出的不是我。画出你最想改变的时间点，可离开。最想改变的是小时候懦弱的自己，还是永辉中学里拖后腿的自己？不，如果没有那些经历，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。接受过去，才能走向未来，可离开。你的影子是偷来的时间，归还可离开。我没有偷，影子是我天生的。谎言，你是第7批实验体唯一存活者，其他孩子的时间被集中到你身上，才让你获得影子能力。你是受益者，也是共犯。现在选择归还时间，变回普通孩子，但会立刻死亡，或保留能力继续前进。我选前进，我会用这份力量拯救其他孩子，这是他们的愿望。可离开，但代价是每使用1次影子能力，你会加速衰老。林彻，宁远山之子，你的考验是停止我的跳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时间本身是错误的，100年前的一切都不该发生。停止时间归于虚无，还是正确的？那还活着的人呢？一并抹去，我不会去做的。为什么？你失去了情感，应该能理性判断，这是最优点。失去了情感，我才更确信。错误发生那就修正，悲剧发生那就弥补。有序证明给我看，在错误的时间中找到唯一正确的时间，能逆转一切的关键。正确的时间，不是改变过去，而是在过去中埋下未来的希望。红鸾，对不起，但我必须这么做。林彻，你没事吧？大家都通过了。是啊，这地方真邪门。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了，出口通往收容所。提醒你们，收容所的看守者是第7批实验体的怨念集合体，他收拾所有活人。当然，我们会解决的。这个给你，它是一次性的礼物，使用后能让居住时间暂停10秒，你会失去短暂的能力。谢谢。这里好压抑。小心，看我的手，生育系统的傀儡。画中性，荆棘牢笼。
第7号，为什么只有你活了？对不起，但我一定会救你们。我们的身体被主上控制，灵魂困在这里，除非杀了主上，但我们连这里都出不去。我们可以带你们出去，但要暂时寄宿在无眼影子里。等我们消灭主上，就解放你们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？凭红鸾阿姨的遗愿，她希望你们自由。红阿姨，她真的说过吗？她说，相信希望。相信如此，不会失去实现。力量又加强了，但又损失了10年寿命。看来门后就是原初实验室核心区了。怎么开？炸了。孩子们的记忆里有开门方式。这些晶体在呼吸，它们是活体能源管，连接着深处的污染源。小心，别碰。来晚了，主上已经醒了。他被污染反噬了。屏幕上有监控画面，看这里。2小时15分钟，我们必须在那之前启动净化装置。净化装置在 B7区，需要穿过实验体陈列室和基因编辑室。无言，孩子们知道路线吗？子弹还剩3个弹匣，骰子还能用2次。颜料够用，但精神力只剩1半。出发！记住，我们的目标是启动净化，不是战斗，尽量避开敌人。太残忍了。他们被污染控制了。无言，用影子困住他们。神像画一条隔离带，陆巡和我开路。快走！新素材送上门了。他保留着生前意识，但被污染扭曲了，不能留守。他弱点是头部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他好像在保护那个仪器。代码是主上的基因序列，他们在复制污染源。就是这里了。这附近有人的气息。终于回来了，我是实验室最后一任主任李文博。我的灵魂被困在这里100年了，就为了等一个能启动净化的人。你是友是敌？我想救那些孩子，所以我设计了净化装置，但我的助手背叛了我，他崇拜污染源的力量，在我启动装置前杀了我。现在我的助手就是主上的本体意识，他被污染源吞噬并控制了。主上是人类变的，曾经是，现在他是污染的傀儡，要净化必须先摧毁它的人性核心，否则装置启动后，它会瞬间再生。人性核心在哪儿？在培养槽下方。如果你要去把这个拿着，这是灵魂稳定剂，能让你在污染中保持意识10分钟。祝你们顺利。
你是林远山的儿子吧？你不知道你的父母死得有多可怜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的父母就是被我害死的。全都给我去死吧！时间暂停。不，这不可能。还剩4分钟，林彻怎么还没回来？无言影子防护破碎时，我感应到了，无言可能。如果3分钟内不启动装置，污染会以10倍强度爆发。沈香，画个护盾保护装置。李文博有没有备用方案？有，我可以暂时附身装置，手动启动，但我的灵魂会彻底消散。不行，等林彻回来。没时间了，倒计时2分钟。撑住，无言就快到了。孩子们自由了吗？快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展不开，快点开！影子，自爆，把门炸开！无言，不要！只剩45秒了，让我来。再等等。闪开！谢谢你们，我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李主任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无言，孩子们自由了，我也自由了。无言，一切都结束了吗？主上被净化，屏障修复，诅咒解除，应该是结束了吧？不，还没有。那些渗透到守戒人高层，甚至可能渗透到系统内部的外界势力，还在暗处。我父亲当年被谁蛊惑？地狱的来源是什么？这些问题还没答案。那我们先回哨站，红蝶需要知道真相，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去一个地方。哪儿？冥河系统的核心控制室，我怀疑那里藏着最终的答案。恭喜你们完成任务，守门人议会邀请你们前往彼岸之庭系统核心区，有几位大人物想见见你们。终于要直面系统本身了吗？彼岸之庭是冥河系统的管理中枢，位于现实与冥河的交界处，只有守门人议员和特邀渡境者能进入。特邀，我们算特邀。修复屏障是大功，系统给予你们面见议会的资格，但提醒你们，议会里派系林立，有人想嘉奖你们，也有人想处理掉你们。处理我们？你们知道的太多了，关于原初实验，关于外界渗透，关于系统真相，有些人希望这些秘密永远埋葬。那么，你是哪一派的？我只忠于系统的稳定，但现在我开始怀疑，系统本身是否值得维护？我们到了。欢迎英雄们，你们的功绩将被载入系统史册。但在嘉奖之前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。林彻，你与影灾之王秦羽接触，是否接受了他的力量馈赠？没有，我只接受了他的情报。你父亲林远山的叛变行为，你是否认可？不认可，但我想知道他背叛的原因，是谁蛊惑了他？有些真相知道反而有害。我们已经知道够多了。系统是农场，人类是失败品，影灾是清洁工，对吧？谁告诉你们的？鬼面、前守门人，还有秦羽，第一任守戒人总司令，以及我们亲眼所见的原初实验室。叛徒，
他们扭曲了真相。那真相是什么？请告诉我们。议员大人。罢了，既然你们走到了这一步，就告诉你们吧。冥河系统是飞船的自动管理系统，屏障是飞船的隔离立场。飞船的 AI 判断地球生命已被污染，启动清理程序。而我们守门人是与 AI 达成协议的人类代表，我们协助管理 AI 延缓清理。延缓，不是停止。停止不了。飞船的核心指令是净化污染，这是最高优先级。我们能做的只是争取时间，寻找彻底净化污染的方法。找到方法了吗？找到了，就是你，林彻。我？为什么会是我？你是完美适配体，你的基因在出生时被周会幽母爱契约改造过，对污染有极高抗性，同时能兼容系统能量。我们原本计划等你成年后，将你转化为系统核心，用你的灵魂替代飞船 AI， 这样就能修改核心指令，停止清理。所以从始至终，我都是你们的备用零件。这是必要的牺牲，用一个人的自由换全人类的存活。我父亲知道这个计划吗？知道，所以他偷走屏障之心碎片，想破坏系统救你。但他不知道，破坏系统会导致飞船自毁，地球瞬间被净化。他差点害死所有人。如果我不愿意呢？你没有选择，系统已经锁定你为下一任核心候选人，要么自愿成为核心，要么被强制转化。我反对。苏婉，你背叛我们。我只是终于想明白了，用一个人的自由换所有人的生存，听起来伟大，但这和原初实验那些科学家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正在变成我们曾经憎恨的人。我从3年前开始就被 AI 部分同化了，他想通过我监控守门人，但我也在反向监控他。我知道一个秘密，飞船的进化指令不是绝对的，只要进入飞船核心控制室，手动输入终止代码，就能停止一切。终止代码？那是什么？是100年前飞船坠落前舰长留下的最后指令。如果发现本土智慧生命，放弃进化，转为观察。但 AI 隐瞒了这条指令，因为它判断人类已被污染，不属于纯净智慧生命。终止代码在哪儿？在飞船黑匣子里，黑匣子藏在你们已经去过的地方。原初实验室？对，实验室就是飞船的驾驶舱残骸，黑匣子应该在主培养槽下方。我们遗漏了。抓住他们，不能让他们接触黑匣子，系统必须维持。绝对好运，给队友。化境千军万马。传送阵在主席台下，去实验室找黑匣子，这里我们挡住。你们撑得住吗？老了也该活动筋骨了，快走！记住，终止代码是人类的选择。走。我跟你们去，我能定位黑匣子。黑匣子在培养槽下方300米处，有独立防护舱。300米，怎么下去？化境直达通道，但只能维持1分钟。够了，走。是发现此记录者，本舰因能量泄漏坠毁于此星球，泄漏物会污染本土生命，触发自动净化程序。但我作为舰长，授权以下终止代码：生命自有其道，观察而非干涉。输入此代码，可终止净化程序，但请注意，污染可能扩散至宇宙，请谨慎选择。输入吗？输入后隐灾停止，屏障消失，但污染可能继续存在，甚至蔓延。不输入呢？林彻成为系统核心，永久囚禁，但污染被控制。这选择太难了。如果我妈在这里，她会怎么选？我选择输入终止代码。为什么？因为控制和清理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污染已经存在，我们应该做的是治愈和共存。成为系统核心只是把问题推迟，而终止代码是给人类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。我同意，而且
我有办法控制污染扩散。这颗眼睛是 AI 同化时植入的，但它也有净化功能。我可以留在实验室，用眼睛慢慢净化残留污染，可能需要几十年、几百年，但总比牺牲一个人好。素安姐，这是我作为守门人的最后职责。结束了。但你的情感还没回来。孟先生说，情感剥离是不可逆的，也许这就是代价吧。不一定，我听说爱可以创造奇迹。虽然你失去了被爱的渴望，但你可以试着去爱别人，也许有一天，情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。兄弟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没情感没关系，哥替你把情感都感受了。议会内战结束，柔和派被镇压，新的守门人议会成立，由保守派和渡境者代表共同管理。另外，我们发现了你父亲林远山的灵魂碎片，他被困在系统边缘，我们正在尝试解救。谢谢。还有一件事，系统虽然终止了进化程序，但飞船的能源核心还在运作。我们需要一个管理员，定期维护，防止二次泄漏。你愿意担任吗？不需要永久囚禁，只需要每年去检查一次。我愿意。那我们陪你，每年一起来北极度假，顺便打打雪仗。好，我曾经以为真相是最重要的，但现在我发现，比真相更重要的是和你一起追寻真相的人。妈、爸、无言、鬼面、晴雨、苏婉，谢谢你们，而我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